那今天这节课的话，我们会讲到12技法当中的点墨技法。那点墨技法和勾线还有洗色技法一样，它也是作为一种辅助技法，当然也可以去单独用，但是呢，更多的时候是在款式的搭配当中，为了完成款式的一个完整性或者是增加一些氛围感、意境感才会去使用到的一个技法。那这边呢，我们先在纸上去做一下演示。首先，我们将笔蘸水，把黑色的水彩取到调色盘上，可以稍微的调的稀一点，但是呢，也要保证它的一个浓度浓度大概控制在我们的一个牛奶状就可以了。好，整个笔毛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笔杆笔毛，整个笔毛浸到颜色里面去，裹满笔尖笔腹的位置，笔根位置都不用笔根位置就不用了。好，笔尖笔毛在颜色里面裹满了颜色，吸满了颜色之后，我们把它拿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点墨技法，这里我写了笔杆和笔毛。首先我们吸满了颜色，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颜色记住一定得要是牛奶浓度，牛奶浓度能够保证它的一个颜色饱和度，同时呢又能够保证我们能敲得出来墨点。接下来的话，首先我们拿着吸满了颜色的笔垂直放在我们要点墨的区域。那首先第一个，你是可以借助一个外力物体，什么都行可以其他的笔也行。首先敲击我们的笔杆，那我轻轻的敲击了一下我们的笔杆，你看一下出来之后的墨点的感觉，的话，它是呈一个不均匀的这种颗粒状。那接下来我再演示一下拨动笔毛。好，也是这样子垂直垂直，然后我们来试一下拨动笔毛。好，接下来看一下拨动笔毛，两种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拨动笔毛的时候出来的墨点它是那种渐射状的墨点，那敲击笔杆出来的墨点的话，它是一种不均匀的那种颗粒状的两种的氛围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要说意境感的话，肯定是我更喜欢这种一些，但是呢，有时候增加氛围感就需要这种不规则的不均匀的小墨点。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在款式当中给大家做演示。这里呢，记住，在洗笔的时候，我们如果说笔上面吸满了大量的颜色的时候，洗笔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洗干净在清水里面多洗一下，可以轻轻的顺着笔毛的方向将笔压下去，左右旋转，笔跟这里就不要压得太紧，不要这样压太紧稍微松一点点，左右的去旋转你的笔毛，左右旋转笔毛，把笔毛张开，轻轻的这样按压一下，对，提起来压下去，提起来压下去，轻轻的按压一下笔毛的根部，不要让它藏了颜色在里面。然后你再拿出纸巾擦一下，看一下擦出来的水会不会有颜色。如果擦出来的水没有颜色，这个笔才是完全的洗干净了好，平放到一边，等它自然风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款式到甲片上的一个操作。准备好甲片，将笔打湿，多余的水控一下，然后我们先加一点水，将这个颜料调出一个水状的浓度加一点水，少量的色粉，调到一个合适的水状浓度。我们来画一个单支玫瑰，可以参考一下前面基础课当中的颜色的浓度以及控水那一节课好，我们首先用这个水状浓度的红色，在甲片上先画出一个单支玫瑰的花形。这个的话，我们首先去画一个底座，这个底座的话跟我们玫瑰花瓣有点相似两头尖尖的，然后把尖尖拉出来之后，压笔侧推，扫一个月牙形 C 弧扫一个月牙形 C 弧。底座的话是成一个半圆，底座半圆不用画的太大
不用画的太胖，你可以宽一点点啊，这里窄一点点，不要画的太长，就宽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在它的上方，我们再去画一个椭圆形的水圈，用侧推的方式稍微超出这个底座一点点啊，两边稍微超出底座一点点就好了。好，等它干了之后，这里有一个毛毛，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去做颜色的叠加。那这里呢，我们颜色在做花瓣的轮廓颜色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用水状浓度了啊，可以水少一点点。你看这边的色粉啊，色粉多一点点。好，取浓一点点的色粉。这个颜色现在取的这个颜色浓度大概在一个牛奶的浓度啊。好，画出它的一个花尖，扁扁的花尖卷起来，那扁扁的花尖卷起来，压笔侧推，好，拉小线线小尾巴，将花心包围起来，留缝隙啊。接着我们再画左边，拉一条细线在缝隙里面，好，随着细线压笔侧推，好，提笔勾出小尾巴，把花瓣包裹起来。差不多的时候加一点水，笔有点干了，我们加一点水，笔尖尖轻轻蘸一点水。好，我们在上方的位置加一条线就可以了，左右可以再加一个花瓣，那这边又连下来，好，花瓣的轮廓给它画好了。底座的位置我们再给它勾一下子，加深一下它底座的一个轮廓，包括这个位置的花瓣下来的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觉得颜色它的一个浓度还没有凸显出来，我们可以再取浓一点的颜色，也就是酸奶浓度啊，酸奶浓度少一点水，再多一点色粉，去找一个酸奶浓度，然后把它的花心部分给它加深一些。那不过浓度太浓的时候，我们画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丝滑，没有那么顺畅了啊。把它的花瓣的线条加深一些。轻轻的勾一下线，走一下外面花瓣的轮廓。好，洗一下笔，你看3层颜色去叠加了之后，这个玫瑰的轮廓是不是就更加的清晰了一些？接下来画出它的底座，用这个墨绿吧，加一点黑色，把这个棕绿色调暗一点。对，好，来画出它的一个枝干部分。枝干这里笔尖轻轻的打一个小勾勾，当做它的花萼部分。好，飘一缕上去，当做它的小叶子。那这边也给它加一个小叶子。那这儿，好，小叶子，叶子一定要小一点啊，精致一些。接着画出它的枝干，枝干先画短短的一截，短短的一截，我们可以给它转弯分叉。
像画前面的竹子一样。好，这是枝干。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下叶子。叶子这里画不好的朋友不要着急啊，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后面的基础课当中讲叶子的那一章节。这个地方有点空旷，是不是感觉有点平，有点空旷？我们点个小点在这儿。好了，那这里再画一个小叶子，往下。那这里有点空旷，对不对？点个小点儿。好了，那这个单支玫瑰我们就画好了，你们可以多看几遍啊。一个视频可以多看几遍，看一下我的一个笔握的方向啊，下笔的方向，下笔的笔尖啊，笔尖的弧度，这些都可以多观察一下。因为前面的话这些款式比较简单，而且呢也不会讲得太细，主要呢还是看技法的一个体现啊，然后款式只是做配。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在这个款式当中去看一下墨点儿，喷洒上去的墨点儿，给它来一点氛围感。还是一样，先像我刚刚一样，把这个黑色稀释掉，然后笔尖笔腹吸满颜色，笔尖笔腹吸满颜色。好，吸满颜色，裹满了颜色之后，将纸巾铺在上方，挡一下。好，甲片放到中间，笔垂直放到我们的甲面上，然后你可以去拨动它的笔毛，斜向的角度，你可以先预判一下你想要加在哪个地方墨点儿。然后这里呢太干了，它已经干了，颜色已经干了，我们加湿一下，再取一点。水彩它干的特别快的啊，好，加湿一下，再取一点点，水太少了。好，这下 OK， 然后拨一下我们的笔毛，差不多。有那个感觉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墨点的效果，就是这种喷射状的墨点效果，增加一下整个款式的一个氛围感就可以了。注意一下这个玫瑰，你们在画的时候注意一下它的一个比例啊，玫瑰的一个比例，就是我们的底座啊，底座花瓣的外侧边缘稍微比底座宽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小叶子的话是一定不能比花朵两侧还要长啊，一定不能长过两边的花朵边缘。然后小叶子的话有大叶子和小叶子，那大叶子这边呢可以稍微的超出一点点，但是呢不能超出太大。而且的话，我们下部分的叶子最大的那一片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比它的花萼部分的小叶子要大。这个是需要注意的细节，也是容易出错的地方。好，等这个款式干了之后，我们给它上底胶整涂啊，底胶整涂包边照灯30秒。然后封层整涂包边，新灯照60秒，老灯照120秒。底胶完了之后，照灯再去上封层啊。好了，那这个单支玫瑰款就结束了。那大家可以动手试一下这个技法。这个技法的话是万能的，它跟所有的款式都能去搭，所有的颜色都可以去用。